好，我们带你来看到这个美国很喜欢伸手到各地去，但现在呢，是不是拿海地的问题，他就没有办法呢？我们先带大家来看看这个海地问题似乎美国也无解。那我们都知道呢，海地在2个月之前发现了政变，那么这个黑帮呢是包围了总统府，这个总统也赶快辞职落跑了。但政府交接前，海地首都又爆枪响，黑帮录音档现在曝光说要烧光所有的房子。海地的现在黑帮猖獗，最近呢，该国又准备成立一个过渡总统委员会，组建一个新政府。没有想到，这个首都太子港又被黑帮来袭击，总统府、国家宫附近呢是枪声大作。海地多帮派组成的共同生活联盟，他们说围攻首都是为了推翻代理总统亨利。但是亨利宣布下台之后，对于首都的袭击好像是有增无减呢。美国的前海地特使富特就讲到了，哎呦，这个海地的危机解放或许就是让海地人自己乱搞一次。有人就认为这是不是代表美国无力阻止这个海地乱象，所以现在只好酸言酸语了呢？那么现在内威则逼刺杀揭开海地的悲剧命运。我们带你来看到的是，海地在20世纪初的时候遭到美国占领19年，是美国呢在拉丁美洲香蕉战争的一部分。表面上是海地无法偿还美国的债务，但真的原因是美国看中海地近巴拿马运河的战略位置，而且你要看2010年海地大地震的时候，当时克林顿基金会援助海地为由，筹得了90亿美元的捐款。但近90%的捐款都落入了一些非海地的机构。当时呢的国务卿希拉蕊更以美国国务卿的身份来协助，但被发现根本没有海地人民福祉重建这件事情。所以有人就说，希拉蕊当时是利用国务卿的身份扶植了一个亲美政权上台，海地的政局就埋下了祸端，更开启了海地永无宁日的日子。只不过现在中国呢部署拉丁美洲，是不是也让美国开始越来越紧张了呢？可以看到呢，24小时2件大事，古巴高层紧急访华，中方出面接待，成果有点吓人。美军增加在菲律宾的军事基地，还要在巴丹群岛建造港口的时候，指出美国的真正目的是要把菲律宾打造成一个兵力的集结点。只不过中国跟古巴军方代表会晤的时候，引起美国担心了好多天。但是美国防长呢，奥斯汀拨通了电话给大陆防长董军的电话，双方又进行了一次沟通。因为这个古巴可以说是美国的后院，美国跟古巴的距离只有数百公里而已，其地理位置对于美国有极高的战略敏感度。所以呢，现在中国与古巴加强联系，无疑就让美国开始感觉到一个前所未有的压力。中国跟古巴军事情报合作抬头，解放军或将在入侵台湾时从后院攻击美国吗？那么也有媒体报道呢，中国与古巴军事合作计划曝光，北京对美开始启动了一个新冷战了吗？华日也讲到了，这中国计划在古巴修建新的军事设施，谈判似乎已经进入到尾声了。中国在加勒比海的野心曝光了，他们似乎打算建了一个经济特区。有人就说，这是不是要染指美国的后院呢？我们带你来看到是中方正与加勒比海的国家安地卡来谈判，试图建立一个中资经济特区。美国南方司令部认为，中国很有可能在加勒比海地区的商业跟外交存在，很有可能最后被拿来当作军事的目的。所以在拉丁美洲这边，是不是左右翼都在较劲呢？像是我们带你来看到的是阿根廷。他申请呢要进入北约全球伙伴，美国撬开中国金砖的墙角吗？阿根廷日前正式向北约提出意向书，申请以全球伙伴的身份进入北约。对于2023被金砖国家扩容成会员国的中国来说，可以说是背弃，也将影响阿根廷在金砖的地位与权力。但是相对来讲，你看这巴西总统鲁拉访哥伦比亚，左翼联盟对抗拉美激进右翼。巴西的总统鲁拉呢，跟哥伦比亚的总统来会面，两个人会晤呢，试图表明拉丁美洲的左翼领袖呢存在某种联盟，以对抗此地区的右翼跟一些激进右翼的成长。我们先来请教一下厉将军您怎么看现在的海地问题？是不是美国现在有点束手无策？其实如果说就海地问题来讲的话，任何一个国家都束手无策了。我们也看得出来，从海地现在状况也看到，美国对这个海地这个国家其实是一种种族歧视。我特别要强调其实海地是完全都是黑人的国家，对，它完全就是等于说以前的时候从非洲
这个拉到美国去贩卖到美国去当黑奴的这些人员的后代，后来他们在海地成立这个国家。当然，美国心态上面就瞧不起这些国家嘛。虽然他占领了他19年，但对这个国家完全毫无建设可言。到目前为止，到今天为止，对不对？海地来讲，连自来水都没有。所以任凭黑帮这个串行来讲，他的民众有时候连吃饭都有问题，他们真的是吃的所谓就是真的吃土啊，他会把那个土做成泥饼，再用果腹，所以把这个海地的民众非常可怜。那现在为什么叫代总统呢？因为他原来那个总统是被刺杀掉，那种刺杀过程也很精彩。2021年跟电视剧一样，所有黑帮分子冲进总统府里面，一阵乱枪就把总统打死了。结果后来剧情更是戏剧化哈。是。后来说主谋者可能是谁呢？是海地的夫人，总统夫人主谋者。去年出来说是海地夫人是主谋者，所以我们觉得这国家来讲，平常讲真的是没救。那之所以会沦落成今天来讲的话，美国你自己治理过这个国家。19年来讲，你可以说对这个国家来讲，只有说拿钱给他们，那你拿这个钱给他们，只是扶植一个亲你的政权而已，给这些人来用，那并不是真正用在人民身上，或者用在这个国家基础上面。但是我特别要强调，这次来讲古巴危机为什么可以说是我们有既视感？我们知道第一次古巴危机就是美国跟苏联那个时候是苏联，就双方来讲互摆。核子弹、导弹在互相的门口，俄罗斯要把飞弹部署在古巴，美国把飞弹部署在欧洲那边，那双方来讲都构成很大一个威胁。大概那时候大战一触即发了，6天时间，包括甘乃迪总统的好不容易才把这个危机降温下来，才解除掉这个危机。那很可能是人类第一次史上的这个核子大战。但这次为什么又发生这种事情呢？其实这也是美国惹起来的。为什么？就跟我们上一节所讲的一样，你以前去惹苏联，你这次来惹中国。你在菲律宾摆台风系统，刚刚林老师教我的台风系统，台风系统，你在这边部署这种系统来讲的话，它的战斧巡弋飞弹的射程将近2000多公里，可以中国大陆沿海地区都在你的射程范围之内，那不是跟当年。这个你美国在欧洲部署那些导弹射程在这个在欧洲在苏联的领土范围之内，大家要特别注意到，战斧巡弋飞弹它可以装核子弹头的。那如果在这种状况之下，中国会不会有这种既视感？所以在中国来讲，它当然要反制啊。所以我们等着看中国是不是会在古巴那边跟古巴签订一些协议或一些这个资源。然后其实去年来讲，他们就有说中国在古巴设有一些军事收集的一些基地在那个地方。那现在会不会进一步合作？大家不要忘了，还有一个国家也要加进来，俄罗斯也要加进来。所以俄罗斯也有可能在古巴那边建立一个，因为他们都是共产主义国家嘛，所以俄罗斯如果加进来的话，对美国来讲威胁性是很大。那之所以说加勒比海的话，我跟大家讲中国来讲到这地方，你不要看它是一个经济特区，它里面有一项很重要一个协议，就是我在这个地方设经济特区之后，我在这个地方有警察权，我可以派保全保安到这个地方来。那保全保安我们讲明了，讲大白话讲就是穿上这个便服的军人，对不对？在这个地方，等于他可以在这个地方维持治安，维持我自己这个公民或我投资产权的利益。所以对他来讲的话，有军事上的这种第二军种的那种能力在这个地方实施，所以对美国来讲威胁是很大的。好，我们来问一下玉芳委员，你又是怎么看呢？因为现在中国开始在部署拉丁美洲了，这是不是也的确让美国开始很紧张了呢？拉丁美洲里面呢，有很多的反美的情绪存在。我到智利去访问，就在总统府的那个前面那个广场里面，导游就告诉我们说，这个智利总统阿耶德就在前面被杀了，那就中情局在后面主导了嘛，因为他把这个很重要的这个铜矿收归国有嘛，好，所以呢，美国就介入。美国在很多拉丁美洲的政变里面，都扮演角色，然后长期的支持右派的那个独裁政府，这样，所以拉丁美洲人对美国来讲，很多是没有好感的。尤其你现在讲阿根廷，那阿根廷是你拉丁美洲他们有一个组织嘛，拉美组织在华府都有一个这个前面一个大楼，他们就每年在里面开会。所以显然美国是把拉丁美洲这些国家当作自己人嘛。可是事实上，福克兰群岛战争的时候呢，美国最后决定帮助英国打败阿根廷嘛。所以阿根廷现在是不是换了一个政府？拉丁美洲的特性就是拉丁人的浪漫啊，所以呢，
那个变化是很快的，那个政治的变局是很大的。所以对美国来讲呢，现在冷战的高峰期已经过，已经没有冷战了，因为苏联解体，他现在也陷在乌克兰战争里面，所以那种要去养很多的国家，然后希望他们在国际组织，特别联合国里面投票支持美国，那个时代过去了。美国现在算盘打得比较精，你拉丁美洲这些国家，尤其像这个海地，我要帮你要帮多久呢？他对海地是很了解的，你那个就是像一个犯罪人的天堂嘛。我去帮你的话，我经济上要照顾，替你维持治安，经济上还要照顾你，我要投下多少资源，而且最后还不见得有成果。所以美国那个不会愿意，他说他选择，我现在他宁愿把精神发到现在经济蓬勃发展的东南亚、东亚这一带来啊。那这样对所谓地缘政治问题就这样的，你来我家，我去你家啦。好，日美国就在东亚的这个边缘上，反倒着中国大陆要打造这个对付中国大陆的这样的一个这个联盟啊。然后你这个中国大陆当然就会想到说啊，你来我家，我去你家，那我就去回到以前苏联搞过的地方，那就是古巴嘛。那当年1962年古巴飞弹危机真的是很危险，因为从这个古巴到 DC 啊，大概1933公里，大概就2000公里啦。然后到纽约呢，大概2162公里，也就大概就是2000公里。所以你射一个中型导弹就到了。所以刚才李政府为什么一定要逼迫这个俄国赫鲁雪夫苏联要把飞弹给撤走？原因在这里，因为对他来讲简直是芒刺在背嘛那但是中国大陆现在会觉得说你在吕宋部署这个台粉这个系统，又可以发射标准6型的飞弹，拦截我的高超音速飞弹，然后你又部署战斧飞弹，可以打我的军舰，还可以打陆地的目标，而且呢，从吕宋到广州1109公里，就是1100公里，然后从吕宋呢到上海呢1630公里，都在战斧飞弹的射程里面。所以你这样搞的话，当然中国大陆就会想说，好啊，你在我这边来这一手，那我就在你家的旁边也来那一手，就这个就是一个地缘政治的这样的一个竞争的结果，就这样利用对方的矛盾啊，你跟古巴有矛盾，然后你这边中共又跟菲律宾有矛盾，我就在你有矛盾的地方建立打造一个对付你的基地，所以这个未来这样的情形会越来越严重了，因为看起来美国对中国大陆的那种打压这个围堵这个手段只会加强，是不会减弱的那中国大陆当然就会全力的想要有所反击嘛。了解。那我们问一下崇涵老师，你怎么看？尤其是现在有人讲到说，阿根廷要申请加入北约的全球伙伴之后，等于是美国要撬中国金砖的墙角，您怎么看？其实我们不管是古巴或是阿根廷，这就是我们国际关系里面讲的以牙还牙，以眼还眼，美中竞争，互挖墙角。不管是古巴或者是阿根廷，这是非常好的案例。你看古巴之前我们去年6月还在讲。中情局，美国这个情报局还认为说，中国大陆在那边运用过去苏联时代的设施进行监听他那个地方一个小镇叫胡卡尔镇，古巴有一个叫胡卡尔镇，山上有很多天线。美国的联邦通信委员会发现那边感觉是中国在那边盖这个基础设施，在窃听美国讯息那当然中方会说不是，我们没有。但如果我们以这个过去的情报战来看的话，两边互射情报，这个偷监听是可能是常见的。那如果是这样的话，这个地方像古巴离佛罗里达，刚才吴玉芳委员讲离 DC 大概2000嘛，那离佛罗里达才180公里，200公里不到。对那如果是监听是非常轻而易举的了那当然这个阿根廷这个问题也是蛮麻烦的是，阿根廷过去我们也知道他去年加入金砖，他欢天喜地嘛。但他今年因为去年底他们进行大选，右派的这个米雷伊当选，到第2轮56%的选票赢过了玛莎的44%。那这右派呢，他一上台之后，他非常的亲美阿根廷选出一个亲美的总统。那当然，美国就开始，美国也改变战略，他觉得对于中国不要经济跟安全分开，他全部混在一起用，然后你挖我一个墙角，我也挖你一个墙角，所以他现在对阿根廷下手，用这个北约一个叫做全球伙伴，讲 Global Partners。来希望吸引这个阿根廷进去那我还特别去查一下 Global Partners 里面有哪些人？对，里面有阿富汗的有澳洲日本、韩国，还有阿富汗也加入这个全球伙伴
我不相信阿富汗跟美国可以在全球班或者在北约上面有什么交流了，但是我觉得阿根廷用这种方式在这个美中之间左右逢源的态势非常明显，特别是这个米雷伊他是这个右派总统，他要展现出他右派亲美的特色，所以他就加入这个全球伙伴。那这个一来还有好处，美国提供他每年大概4000亿美元的融资，让他来跟美国买武器融资哦，不是送你的，融资哦，借你的，而且这是2003年以来阿根廷首次获得美国的军事援助所以这对阿根廷来讲是一个很重大的一个对美的这个展现那当然，如果看中国呢，中国对于阿根廷这个跑掉会不会有什么激烈的动作？目前没有，北京没有发任何讯息。但是俄国有一点说他遗憾。那我们知道说今年10月在俄罗斯要举办的金砖会议那会不会有相对应的这个作为啦？但不可能把阿根廷从金砖踢掉，他都加入了，但是他们可能在扩充一些会员国那会不会将这个亚洲多一点然后拉美少一点？这也可以我们去看的那坦白来讲，这种美中竞争之下，这种中型国家或者是我们讲的拉丁美洲国家的这个面对选边的压力会越来越大。好，接下来我们带大家来看到的是以色列跟伊朗的这一个部分。那我们来看到的是现在是不是升温的状态？尤其是美国驻中东基地，现在可以说是连续被炸。带您来看到的是美国驻伊拉克、叙利亚的基地接连遇袭，不到24小时已经2起了。包括这美军在伊拉克、叙利亚的军事基地呢，分别遭到无人机跟火箭的攻击。伊拉克美军基地出于防卫，在基地附近击落了2架无人机。叙利亚美军基地遭到5枚的火箭弹袭击。伊拉克的伊斯兰反抗运动说，此举是为了声援巴勒斯坦人，同时也出于对于美国在以哈战争中支持以色列的愤怒。所以有人就说，现在是不是伊朗代理人的复仇呢？那么现在美国在幕后极发力，防止中东战争全面爆发。拜登的高阶助理忙着向其他国家表明，局势恶化不符合任何人的利益哦，拜托你们要转告伊朗，千万不要发动袭击。CIA 的局长伯恩斯也与欧洲、中东各国的土耳其的对口部门呢来沟通。那么共同敦促伊朗应该要缓和一下局势了。那么拜登的制裁是不是也针对纳坦雅胡呢？他们说他们绝对不是双标仔。布林肯否认美国对于以军疑似违反人权存在双重的标准。布林肯呢将宣布制裁以色列的国防军犹太永恒营，理由是该营在约旦河西岸侵犯人权。布林肯否认华府对待以色列军方滥杀加萨平民的指控存在于双标的存在。那么我们可以看到，美国制裁以色列影响订单，现在 F-15EX 生产线面临到关闭的危险。波音获得以色列50架F-15的战斗机订单，价值有高达180亿美元哦，但又面临以巴冲突，所以导致美国可能以军事制裁以色列的政治障碍。那么以色列震撼，继情报局之后呢，现在以军中央司令也请辞了，2个人都说了这件事，什么事呢？我们先看到的是继摩萨德局长请辞之后呢，以色列国防军中央司令福克斯也希望能在8月份请辞，理由都是为了没掌握哈马斯袭击而负责。国际专家他们是怎么分析的呢？他们说，他们可能是来自于这个美方的压力啦。在美国宣布将对以色列的一些军事单位制裁之后呢，那么哈瓦利跟福克斯接连提出辞呈，很有可能都是为了这件事情再负责。只不过现在在美国内部挺巴的势力持续在延烧当中，包括了警方闯耶鲁、纽约大学抓学生，哥大甚至还改成远距教学。你可以看到中东的局势日渐紧张之际呢，现在包括了耶鲁啦、哥伦比亚等等常春藤名校的学生都已经开始展开示威活动，声援巴勒斯坦，而且还要求这个美国国会你应该停止援助以色列。但校方呢却以违反校园规定为由，授权警方进入校园逮捕这些示威的学生，但示威活动并没有因此而停止哦，甚至是扩大到哈佛、纽约、耶鲁大学等等的高等学校的学府。只是现在以伊冲突升温，军备竞赛，他们说呢，现在新的对抗迫在眉睫，包括了以色列、伊朗避免全面战争，但最近敌对行动的结果可能会引发新的军备竞赛。你可以看到呢，以色列投入了神秘武器吗？遏制的 S-300被轰烂，打击伊朗防空导弹的是什么？以军在麻雀系列的
弹道导弹的靶弹基础之上，研制了延时空射弹道导弹。那么呢，能对1500公里外的伊朗目标实施打击。以国发射的飞弹是超音速的狂暴空对地飞弹。那么呢，它难以侦测，又能够穿透掩体。有人说是要来报复伊朗，那么传出接收苏35战机，那么伊朗要求对付以色列的 F-15，现在有传出呢，现在已经尽管12架战机送到伊朗了，但是缺乏必要零件，因此还没有完成交付程序。最后带您看到的是，伊朗跟美国接触已恢复这个核谈判吗？伊朗呢，现在其实没有。对于美国还是保持在一定的沟通的管道。那么伊朗正在与美国接触，以恢复呢这个核问题的谈判。伊朗外长呢他也证实了，在纽约期间呢举行有关的伊核协议谈判。分析呢指出，这个德黑兰领导层希望利用与这个以色列的军事冲突啊，作为重启核协议的杠杆，那么并解除对伊朗的制裁。所以现在我们想要来请教一下厉将军，您看一下，现在真的是代理人的战争吗？其实我们觉得很奇怪啊，这个美国经常用别的国家当他代理人去打仗，现在变成以色列想要用美国当代理人去替他打仗，这是很吊诡的事情。那我特别要讲啊，其实这次以色列跟伊朗的冲突来讲的话，大概就翻页过去了。可是这明战已经结束了，暗战来讲会持续不断，而且可能会继续加剧。譬如说，伊朗的它的这外围组织，包括民兵胡塞组织，或者是哈马斯或者黎巴嫩真主党，会加强对于这个以色列周边的一些美军基地的加强这方面的攻击，对不对？伊朗又躲到幕后去了，所以明战结束了，但是暗战来讲的话，开始会这个越来越演越烈，这是避免不了的一件事情。可是归根结底，这件事情是什么原因造成的？以色列跟伊朗冲突的，其实就是加沙走廊的问题嘛。就是伊朗就是为了说你这么不人道去攻打哈马斯，攻打加沙走廊，违背人道立场，所以说我才要对你实施攻击。那如果说这个问题原点没办法解决来讲的话，中东这个乱局短期间之内我们看不到结束。那现在我们也看到了。从以前大家都还蛮同情支持以色列的，现在来讲，由于他在加沙走廊的滥杀无辜，造成34000多名无辜的人民的伤亡死亡，其中包括很多的妇女跟这个儿童来讲的话，让世界上面很多人都看不过去，包括美国自己来讲也看不过去，所以拜登现在很为难。你看到这些大学生在那边示威，其实让我想起越战的时候也是大学生在那边示威，所以反战运动激昂起来。然后甚至里面那时候有一个反战示威的一个领袖人物叫克林顿，他后来当到美国总统，对不对？那个时候，那美国因为受不了这种学生现在开始反弹，有这种压力，可是美国自己本身来讲，他又受限于犹太的这些金主，他这些政治人物要选举来讲的话，他又必须要有钱。所以在这种状况下，我相信不管是拜登或川普，都是陷于两难的状态。它等于是美国的学运呢？对，是美国学运，而且这个会越演越烈。如果说当这几所名校来讲带头来做抗议示威来讲的话，这个情形会越演越烈，短时间之内消不了火的，可能在拜登这个选举之前，可能消不了火。所以我觉得问题归根结底还是在加沙问题你要解决。但是加沙问题我们现在看起来是不太容易解决了，包括前一阵子联合国大会里面。对不对？这个总共15个国家投票，这个13国都同意说不要那个，就2个国家弃权，其中有一个是英国，是比较特殊的。英国原来就是巴勒斯坦这块土地的宗主国，他自己弃权的。那唯一一个投下反对票的，反而是美国。那可见的美国并没有意思要结束这场的战争，可是美国又很相对的。他在这边一方面要制裁纳坦雅胡，一方面又要在这个提供这些武器军备给以色列这些国防军，所以说美国现在来讲，我觉得他表面上面是说两手策略，但事实上我觉得美国现在也是陷于两难，因为国际舆论已经不再同情美国，不再同情以色列，所以后续来讲的话，他们要怎么样来面对这个事情，我觉得要回归于原点，就是说你最好还是能够接受2国论，不然的话这个事情可能没完没了，永远是世界上面人类永远的痛。好，我们休息一下，广告回来之后带您继续分析国际局势。欢迎回到新闻大白话，我们来请教一下吴老师，你怎么看现在挺巴示威活动似乎在美国的大学遍地开花。是哦，我们先看这个
犹大永恒营，应该是翻犹大啦，因为它是耶呼达，是希伯来耶呼达是犹大的希伯来文哈，所以犹大永恒，那犹大我们知道是雅各的儿子嘛，所以这个是因为应该翻犹大永恒，他犯了这所谓的种族灭绝罪，其实不是空穴来风了，其实美国已经早在调查他了啊。那当然，从2022年开始，美国就来调查犹大永恒营，他们是不是有犯了在约旦河西岸，因为他们驻扎地主要在约旦河西岸那边犯了一些种族灭绝了。但是因为过去这个美国跟以色列的关系，就像老大跟小老弟这样，甚至川普跟纳坦雅胡关系都很好。那如果是这样的话，他们一直不想要真正把这个事情揭露出来啊。但是这一次，我想他们因为这个有个80岁的这个巴勒斯坦的老先生，貌似是被他虐杀了，那这件事情爆出来，那当然这个纳坦雅胡他非常就是否认，他觉得你们制裁我太夸张了，对，因为你不知道他那个人80岁的老先生到底是不是哈马斯的一部分，我们怎么知道他是不是哈马斯？所以这个是造成这个，我想拜登面对选情目前很紧绷，然后当然是那个美国各地遍地开花了支持巴勒斯坦人哈，让他的民调不断的跌下来，特别在年轻族群上面。那其实拜登我们知道他当时能胜利能赢过川普，也是因为年轻人把他对支持他。那现在年轻人的这个选票哈流失很大部分是巴勒斯坦这个问题啊。那我们可以看到之前在华府也有示威抗议运动，现在在这个学校部分也有这个示威抗议运动，那感觉对他这个拜登选情非常不利。那为什么这个纽约大学跟哥大这几个学校感觉抗议很凶，可是校方会很强硬呢？对呀。其实你知道纽约大学跟哥伦比亚大学它有个特性，他们都是犹太人盖的。纽约早期的时候，他们在盖这个大学的时候，就盖了一个所谓常春藤。哥伦比亚大学这是让所谓全世界这个 reputation 比较高的。那纽约大学一开始是给纽约市当地人念的，然后后来这两个学校越做越好，纽约大学的排名也一直往上跑，甚至在全球各地盖分校。他们的主要都是这个犹太人盖的，那你就知道校方对犹太人的支持是非常大。好，那你说耶鲁早期他盖的时候，主要也是做神学，研究希伯来文哈。那当然这个方面，我觉得犹太人的影响力还是很多。所以为什么当学生在那边抗议啊，支持巴勒斯坦的时候，校方非常重视这个东西，它还是有它的背景因素在这里。所以我们还是不能忽视，就是接下来这个所谓支持巴勒斯坦运动，在年轻人是不是在蔓延哈，会造成拜登的影响，这里我们要继续看。好，广告回来之后，我们再来请玉芳委员跟我们讨论一下，这学运是不是遍地开花？欢迎回到新闻大白话，我们来请教一下玉芳委员，你又是怎么看呢？知道这个去年的10月7号。这个哈马斯杀进了以色列，造成了很大的伤亡，所以大家很唾弃以色列。对。可10月27号，以色列开始反攻加沙以后呢，就平民大量死亡，那照片不断的出来，所以慢慢的这些年轻人，因为他比较有正义感嘛，所以很多大学就看不下去，你知道？那这个校园里面就开始出现集体签名反对以色列等等这种事情。那这些大学很多都是犹太人捐了很多的钱，所以他们就火大，就透过这个同情以色列的那些议员、国会议员，在国会召开公听会，找了3位大学的校长去出席听证会，就是要修理他们。3个都是女孩子，哈佛大学的叫做 Claudine Gay， 然后呢还有 UPenn 这个宾州大学的，还有一个应该是 MIT 的校长，3个都是女孩子。前面2个就被逼就辞职走了。你要知道，哈佛大学的学生在去年的12月，就已经有700个大学教授签名支持他们的校长。他们哈佛的董事会叫做 Harvard Corporation 也公开声明支持他，都顶不住因为犹太的富商捐钱太多给哈佛了，所以最后只有走了。UPenn 也走，哈佛大学也走，这个 MIT。好，麻省理工学院校长留下来，但是哥伦比亚大学本来就有抗议反对的这样一个传统。这里面当然有一些阿拉伯裔的他们哥伦比亚大学对中东问题的研究也很深入，对，所以这些教授们对学生当然有一些影响。他们就现在就学生就出来闹，而且这个因为纽约是
一个很多种族在那里，也很多阿拉伯裔的啦、中东的啦、伊斯兰这个教的，这些很多人在那个地方，对，所以他们很容易就得到支持这样子。所以这个就是现在坦白讲，对犹太人来讲，欢迎收看《新闻大白话》，我是韦佳琪。那么这节我们带您来讨论的是国际局势。那么我们的来宾包括有国际战略学者林玉芳委员，午安。大家好，还有我们的退役少将厉正杰厉将军，午安。主持人好，各位大家好。以及我们的政大外交系教授吴崇涵，吴教授，午安。主持人好，大家好。好，我们今天要带大家来看一下现在国际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我们先带大家来关心到在亚洲这个部分，中非的关系现在是再降到冰点了吗？首先，我们带大家来看中美菲的军事表态。中国海军时隔10年再次承办。那么现在张又侠致辞的时候也讲到了，我们不惹事，但是也绝对不怕事。原来呢是这个西太平洋海军论坛第19届的年会，现在在山东青岛开幕。那么是中国时隔10年再次主办，29个国家180名代表来与会，像是呢英国、美国、俄罗斯、澳洲、日本、印尼等等都有派人出席，但奇怪的是，唯有菲律宾没有派人。主办单位说，其实中方有邀请所有的成员国跟观察员国都有邀请，但是不了解为什么菲律宾缺席的具体原因。但是你可以看到呢，这个跟菲律宾很好的美国这一次态度倒是相当的柔软。美军的太平洋舰队司令科勒就讲到了，很感谢中国海军筹办年会，让各国的高层海军可以交流。只是现在呢，这个中央军委副主席张又侠呢，他可以说是呢2把手，因为呢主席是习近平，那么副主席就是他了。他呢甚至还大于国防部长的角色。他说海洋不是炮舰外交的竞技场，搞岛链封锁将撕裂世界。我们中国军队是不惹事，但是也绝对不怕事。只不过现在美军的身影呢是频频出现在印太地区。我们带你看到美国副国务卿说了，美欧无意将北约扩及到印太地区，此类的传闻绝对是中俄的宣传。美国副国务卿坎贝尔就讲到了，中俄呢以非常负面的方式，把美国及伙伴有关的太平洋安全的举动宣传成一个北约输出印太，但我们并未提议北约扩大到印太地区的可能性。只不过我们带你看到的是在这个日本的部分。美军确定加入搜救，日本自卫队2个直升机失事的时候，现在呢美军也加入了搜救的行列，但是现在有7个人还是失踪的状态，因为日本自卫队2架巡逻直升机4月20号在训练的过程当中疑似相撞，导致坠毁于伊豆群岛的海域，机上8个人只有1个人被找到，但经抢救已经死亡了，其余的7人到现在都还行踪不明。日本的防卫大臣呢就讲到了，美军将参与未来的搜救任务，所以有人就好奇了，是不是美国紧锣密鼓的跟美军来做演习呢？那么现在菲律宾呢以美抗中，难道是已经是越做越多了吗？挑战中国底线，美菲军演首次突破菲律宾领海，把台湾附近的水域也都给纳入了进去。美菲这一次肩并肩军演，首次突破菲律宾领海范围，那么进入面向南海的西部巴拉望省外海。那么美菲军队还模拟练习击沉敌舰，还有夺回这个菲律宾的岛屿。现在呢，有人就讲到了，在菲律宾有一个国安疑虑，但是这个国安疑虑却被很多人觉得这太莫名其妙了，是什么呢？因为呢，现在菲律宾的卡加延省大约有4600名的中国留学生。那么最近菲律宾的国安会已经派遣了情报团队调查，是不是潜藏国安威胁？就连这个加延省的省长都看不下去，他说他们不是间谍啦。如果最后证明这些中国学生如果对国安构成威胁的话，我就辞职负责。因为大部分的中国留学生会到菲律宾去，很简单，就是想要学习英文而已，所以他才讲出这种话。只不过我们带你来看到的是，有人就认为了，不见得是捡到宝，解读美军在中程导弹现身菲国演习的这件事情。他说，你看西方媒体吹捧这个提风系统的火力覆盖整个华南军事基地，但是你反过来说，这个提风也在中国导弹的攻击范围内。如果中菲拥有飞弹数量对轰，谁会比较有优势？你去想想看，比起看到美军的武器高兴的放鞭炮，反而你应该担心擦枪走火的下场是什么吧。而且现在美军驻点的国家一直被要钱，最新的全球军费排名簿，美国第一，遥遥领先。
大陆，然后台湾是在第21名。根据瑞典智库呢斯德哥尔摩研究所公布的2023年全球军事的支出报告里面写到，美国、中国、俄罗斯、印度、沙国一直是全球前5大的军火消费国。美国以约新台币的30兆稳居第一，中国呢则是台币9.7兆位居第2名。只不过现在我们带你来看到是韩国的部分。驻韩美军的费用分摊本周要开始开谈了，韩国希望这个数额能够合理一点呢。南韩的外交部就说了，韩美代表这个星期就要来谈谈驻韩美军的费用分摊方案，那么务必跟美方在一个合理的分摊范围。驻韩美军呢现在大约是2.85万人，韩方呢大约会分摊10亿美元的经费，但谈判呢每次都在上涨，川普甚至还曾经要求南韩每年要付50亿美元，是现在的5倍，遭韩方拒绝。他们现在是不是要选在美国大选之前，赶快把这件事情敲定，免得万一如果川普真的又当选的话，他们是不是逃卡又莫雷些了？那么我们要带你看到的是，精进武装其实在几年前驻日美军分摊费年涨100亿，从2022年之后的5年当中，日本方面分摊大概是80亿美元，平均每年大概是13.6亿元美金，其实真的算是蛮贵的。我们来请教一下厉将军，您怎么看现在这个中美非这军事表态？您怎么看这个局势呢？其实现在正在举行的这个军事论坛来讲的话，其实讲起来是非常重要的。那菲律宾为什么不参加的？大家都在想说菲律宾为什么不参加？菲律宾有海军吗？因为菲律宾的海军大概它只能说是沿岸的海军了，一些小炮艇，它大概也称不上台面。但是讲是这样讲，但是我觉得最重要是，它现在来讲是跟中国采取一种互相对抗的方式，尤其是现在正在我们节目录影的时候，这时候它正在实施美菲的联合演习。这次联合的演习，其实对中国来讲，剑指中国的意味非常非常的浓厚。然后我先讲第一个是演习的范围、演习的规模来讲，它有16000人，那美军总共有11000人，然后菲律宾总共有5000人。他以前每年都举行肩并肩的这种演练，但大部分都是在陆地上面演练，很少到海上。就算到海上，也不会离开过12海里的领海区域。但他这次演习的地点，各位要注意到，他是在巴拉望岛下面有一个小岛，叫巴拉巴克岛。这个岛其实是一个小岛。那这个岛为什么说这么敏感呢？因为它距离中国在南海的美济、永暑、主密这3个岛只有200公里远。所以在这么近的岛上面，你做夺岛演练，那中国当然会绷紧神经，你的针对性是非常非常的强烈的。这是第一个，他演练的科目是夺岛演练；第二个，他演练的科目是集成演练。他特别从跟这个印度购买了布拉莫斯飞弹这个对舰的导弹，来准备集成一艘这个敌舰。那这条敌舰它是靶船的。但是你要知道，这条敌舰是哪里来的？是跟中国买的，是中国的一艘货柜轮卖给菲律宾以后，那这条货柜轮报废以后，他就把它拿来拖来当靶舰。但你 Made in China， 你让人家感觉上面就非常的敏感。然后他用这个印度制造的布拉莫斯飞弹来准备集成这艘海上靶船。但是它这种飞弹好，确实讲起来也蛮厉害的，因为它属于超高音速的飞弹，它末端时速可以到3到5马赫，是非常快的一个飞弹，你不好拦截也不好干扰。但是有一个关键，就是菲律宾来讲的话，它这种飞弹去击这固定目标还可以，你如果说是那条船固定摆在那里，你可以打得到。可是问题是说，如果这个船在跑的话，你自己本身的雷达没办法指引你的飞弹来讲的话，是打不到的。所以我觉得作秀的意义比较大。可是我自己很期待看到这场秀，为什么呢？因为去年来讲的话，他们就演过一次，后来当做全世界海军的笑话。让美军用这个海马斯火箭去打他的靶船，就打了好几发，命中了好几发，但是船没有打成。那这次来讲，我想故事会重演。为什么？因为他那个货柜船太大了，你知道，那个飞弹根本就不可能集成，你除非说用这个鱼雷或什么之类那种大武器才可以打得成。如果说你1枚飞弹或2枚飞弹要打成一艘那么大的船，可能只是打一个洞，但是要让它沉下去不太容易。所以我们等着看印度跟这个菲律宾这次的笑话。那这次来讲的话，这个南海海军的这种演练其实非常重要。这次会议来讲，他们协调要几件事情要讨论。第一个是海上意外相遇规则，这代表什么？代表说美军跟这个中国还有印尼或者甚至于澳洲、日本
他们已经摆明了说我们在海上会意外相遇，你特别注意到这个名词哦，它是意外相遇的规则。大家如果在海上碰到的话，要怎么样来因应，避免擦枪走火？我觉得这个从这个他们讨论的内容，你就会看得到。第二个，我觉得更有意思的是这个无人系统的议题。对，那代表说他们海上来讲，你特别注意到，它不是讲无人机相遇哦，是无人系统，包括无人的这种军舰或无人的潜舰、无人机，如果在海上相遇的话，大家要怎么样来互相有一个彼此打个招呼，不要避免擦枪走火。那代表说这几个国家很可能在海上会利用在先进的这种科技之下，会有无人机或无人潜舰或无人的这个舰艇在海上互相的遭遇。最后，他要讨论的题目是灾害相应的一个指南。那就像现在日本它发生的这次2架直升机相撞，然后去救灾的时候，那如果说是他也要求中国救灾，那我们知道海上有时候是海浪风浪大哈，有时候难免会有一些意外，包括海军在内也是一样。不管是你的军舰或者是潜舰都有发生意外故障的时候，那基于人道立场，大家如果说发生意外，各国应该怎么样来协议来救灾？我觉得这次的会议对这个东南亚地区来讲，海军是非常重要的，尤其是在这个海岸那时候，不管是美国、日本、澳洲等中国、菲律宾这些国家在彼此在海上争霸的这种阶段，避免擦枪走火，所以这次会议是非常重要一次会议。好，我们来请教一下玉芳委员哦，是不是现在呢，这菲律宾有了美国做后盾，所以它抗中的力道越来越大，甚至连留学生都开始怀疑起来？这个就是大家已经把感情搞坏了嘛，所以就无所不用其极了。这当然是一种宣传啊。我觉得你派这么多的留学生出去学英文的，你说他们去搞情报，这个大家比较难。真的想收集情报，大家是对高科技的国家，军事上强大很多的国家，譬如像美国，对，可能还有一些欧盟的国家或日本、南韩还有道理。菲律宾，你说它有什么东西可以让人家偷的？我是觉得有点怀疑，椰子大概是不少了。我要讲一件事，就是说，美国一直认为说，要把北约扩展到这个西太平洋来，到这个东亚这一带来，这是中共跟俄国之间的宣传了哈。对，当然应该某点来讲，的确是这样子，因为北约是叫集体防卫，集体防卫的这样的一个形式。那集体防卫有个特定的敌人，那敌人就是以前的苏联，后来的俄国。那我们把这些国家全部团结起来，我们透过这个北大西洋公约组织这个组织，整合资源、整合力量，然后来对付你俄国。那他在亚洲，他说我们有这样的一个集体防卫的机制啊，以前叫东南亚公约组织啊，那个已经没有了嘛。对，好，那所以你这样子讲我就是恶意的宣传嘛。那要这样子看啊，就是说，名义上的确没有，实质上会不会有这样的一个效果哦？因为你现在整个美国在中心呐，在一个中心，然后呢，你结合了日本，你又结合了这个南韩，你又结合了这个台湾，然后你结合了菲律宾，还加上比较远的澳洲啊，有时候可能还加上纽西兰，那你这样的一股力量，你结合他们，你要目标是什么？目标是中国大陆。所以对于中国大陆就认为说，其实你就在构建一个亚太地区的一个北约嘛，我倒觉得从某一个系统来看啊，譬如说我们刚刚讲说，你们讲说提风系统，其实这个发音是错误的。我觉得我在这个地方稍微纠正一下，那个叫台风，不是台风，台风就是台风啦，那个叫台风，台风是这个希腊的古希腊时代的一个神的家族的里面一个成员，是这个家族比住在奥林匹亚山上，奥林帕斯那个山上的那个神还更早，他们后来被打败了。那泰坦是其中一个成员，年轻的成员，他可以控制那个风的，所以他是一个半神半兽的怪物的这样的一个神，所以这个字要念台风，绝对不能翻成台风、泰风啊，提风是不对的，可以要把它翻成泰风，泰风，它不是顶泰风了那要讲的就是说，你看这个台风这个系统呢，对，美国有，日本有，然后这个南韩有，澳洲也有，现在他准备给菲律宾，他借着这次演习把这个系统引进，我相信他走了以后，这个系统会继续在，会继续部署在吕宋岛那个地方。那这样子，你就从这个系统去看，他有没有建构一个同样系统的武器然后呢要对付同一个目标。
这个地方你可以看出来是没有集体防卫之名，但是有集体防卫之实啦。所以这个是大概这样的一个形象会越来越浓，因为他现在要结合日本嘛，结合那个印度嘛，所以这一条线从东北亚一路拉到印度，所以怪不得他要改名，叫做印太防卫司令部而不是这个亚太，因为它要延伸到印度去了。所以这个是中共跟俄国大概会比较受不了，说你没有叫做小北约，但是你事实上就在做北约正在做的事。你在欧洲对付俄国，那你现在在亚太地区就是要对付中国大陆，是会这个样子。我们来问一下崇涵老师因为2024美国选举要到了，那么现在是不是他们也担心川普上任了，所以赶快把这个分摊军费谈好，免得到时候又要分更多的钱？当然，川普第一任的时候，他一上台就讲日韩你们要我防卫可以那美日的还有美韩的钱你要先付嘛。川普这种所谓的这个退缩主义非常明显。那当然，他们现在很担心川普现在声势那么高涨，如果他真的当选了，那他们要把分担军费要做确实。因为就像刚才玉芳委员讲的没错，我还是再讲一下第一个就是我们要看的是亚洲为什么没有北约这个问题，我们在过去一直讨论很多了当然这个东西主要是东南亚的学者提出来，他们觉得亚洲不要再走回去过去冷战的老路子，用联盟或者是这种权力来形塑地区的安全。最好是要用一个我们讲的建制机制，或者我们讲的共同意识形态，来所谓形塑这个安全。这个是过去这个北约东扩到亚洲的这个论述还没有出现的时候，东南亚非常重视这一个，他们觉得把大家视为一个 we are family 是最好的，对，不要用这种秀肌肉的场域。但是我们发觉好像目前的情况不太对，是因为川普上任之后，我们刚才讲的这种福州式体系当然美国刚才玉芳委员讲它是中心。往外这个像轮圈的这种概念是Kurt Campbell 那时候就有写过很多文章，就在介绍说美国要用这种福州式体系，包括民主的联盟、离岸制衡来作为美国在亚太地区最主要的外交政策。那他们现在做的蛮仔细，因为日韩澳洲菲律宾加泰国，这个美国在这个亚太地区几个主要的盟邦，他们现在都要加紧他们的所谓的力道。为什么？因为唯有这样，它可以降低美国在这方面的军事支出，所以让这个盟友能多出点力，美国可以少降低点力，这样来自美国内部的反弹压力会少。那现在他们要最主要做的就是菲律宾。菲律宾我们刚才讲了，其实刚才厉将军也讲得非常好，就是为什么他会在这个什么楚碧礁啦、美济礁前面要秀肌肉，因为那几个礁中国大陆在那边已经建设非常好，它不但填岛，它上面盖跑道、雷达跟飞弹设施都有了。但是他们现在最主要还有几个争议点是在铁线礁跟所谓仁爱礁。我们之前就讨论过，仁爱礁这个所谓马德雷3号在那边非常大的问题，因为两边在冲撞。铁线礁现在也是要冲撞。菲律宾说，我有派人去观察发现有很多土堆，那土堆是什么？我们就不用讲了，那可能是准备要盖的。那如果是这样子，他们就要做更多的所谓的军事演习来抵抗这个所谓的更多的造岛礁的这个动作。那当然，这个日本跟菲律宾接下来有很多的我们讲的合作，包括这次岸田访问美国之后，他就提出了所谓的政府安全保障能力强化资源，就 OSA， 简单讲就是要给菲律宾雷达，他们就要给菲律宾雷达来保护他们。所以日本过去一直来讲都是用外援在协助东南亚国家，我们讲 ODA 啦，政府官方援助，但是他现在要扩充到这个 OSA， 用安全的方面来协助东南亚国家。菲律宾就是他们的最主要的实验场。那如果是这样的话，那就符合美国人讲的，不仅是日美非美美日美菲，那日菲之间也要加强合作，这是美国人非常重视的。你第三方也要合作。